拥抱很容易，说我爱你也很容易，可真正的爱也许是常觉亏欠。光眼23世，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，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，一起来看我生活的两个世界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2000年，日本宫城县，这天是阿大的出生100天纪念，只不过尚在襁褓中的他还不知自己生在了一个有些特殊的家庭，还不知他那皆是聋哑人的父母对他以后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正在这时，杨介从码头下班回家，邻居忙不迭为他送上祝福，连笔带画感叹他个名字真是好运，生下来的阿大是个健康的小宝宝。杨介说不出话，也听不见儿子的咿咿呀呀，但看着阿大那圆滚滚的小脸蛋，感受指尖处传来的温热，码头的工作再苦再累，他都值得了。另一边，一向省吃俭用的明子也特意换上一条崭新的连衣裙，以此庆祝儿子的100日宴。到场的宾客不多，但菜色足够丰盛。根据习俗，家中老人应该用筷子碰完鲍鱼，再去碰婴儿的嘴，寓意宝宝的牙齿能像石头一样坚硬。但阿大的祖父是个脾气暴躁的粗野之人，他直接略过用筷子碰鲍鱼的步骤，抓起鲍鱼就往阿大嘴里塞。祖母在一旁气得连声抱怨，而杨介与明子明明也坐在饭桌上，可由于听不见，完全不知道这个小插曲。看着两人一个劲地为孩子拍照，明子的姐姐不禁有些担心，他们夫妇俩真能照顾好孩子吗？孩子的出生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喜事，而对于杨介夫妇来说，听力健全的阿大更是他们可以终生回味的喜悦。怀孕时，明子曾对母亲铃木发誓，她一定会照顾好孩子。可正如明子姐姐所担心的那样，在后续的养育过程里，大大小小的状况总是层出不穷。阿大还小，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，尿了、饿了、不舒服了，都只能躺在地上，靠大声哭闹来表达不舒服。偏偏明子又听不见，有时候孩子哭破了喉咙，他都不知道。这天买完菜回来的铃木还没靠近家门，就听见了阿大的哭声，而明子一直在厨房忙碌，见到母亲把孩子抱起来，才愧疚的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等到阿大长大一些，能够在地上爬的时候，明子以为情况会有所好转，可他这边做着手工补贴家用，那边阿大就碰歪了吸尘器，伸着手就要往机器里塞。幸好父亲康雄及时出现，抱走了他，这才避免意外发生。于是从这天起，明子在阿大的手上系了一段绳子，绳子的另一端则绑着自己，这样只要孩子一动弹，他就能及时了解情况。阿大便在这磕磕绊绊中长大了。如今在饭桌上，他可以用语言和祖母交谈，也能用手语对妈妈撒娇，表达自己不想吃胡萝卜的小心思。就在这时，喝到烂醉的祖父康雄摇摇晃晃闯入家门，而铃木只是劝他少去赌博，就招来康雄的一记重拳，现场顿时闹成一团，叫骂声、哭喊声交织在一起，不断撞击阿大幼小的心灵。但躲在妈妈的怀里，感受妈妈给予的温暖，一切好像又没那么可怕了。这个家只有铃木与康雄身体健全，可他们一个迷信，一个好赌，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阿大而言，哪个都不会是一个好榜样。但好在他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杨介与明子，会用那无法言说的爱去守护他的童年。闲暇之余，杨介和妻子会带阿大去江边钓鱼。回到家中，明子无论再忙，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，陪孩子一起玩邮差游戏。而还没上学的阿大则成了爸爸妈妈的小帮手。出门时，他会帮助听不见的母亲躲避汽车。在菜市场时，他还会成为专属于明子的翻译官，用手语告诉妈妈这条章鱼的价格。在欢声笑语中，很快阿大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和其他孩子一样，他也会贪玩，也会一放学就拿起游戏机。而明子呢，和其他父母也没什么两样，他会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模样，比划着手语督促他赶紧去写作业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阿大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同，上门推销的女人
在得知母亲是个聋哑人时，会对自己说加油。阿达不理解自己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加油的。妈妈会做好吃的饭菜，爸爸会带自己出去玩，明明自己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，可在别人眼里，这竟是可怜吗？阿达想起见过的其他同学父母，他们能听能说，好像确实只有自己的爸妈是个例外，是个聋哑人。这天，阿达邀请好友柚树来家里做客。进门时，他照例按了2下灯泡开关，提醒母亲自己已经回来。柚树却在心里泛起了嘀咕，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随后，明子用水果和饮料热情招待了柚树，但他嗯嗯啊啊的连笔带画，更是加剧柚树心中的疑惑。等到明子离开，他才开口询问阿大：“你的妈妈是不是有些不对劲？”面对好友的疑惑，阿大没由来地感到丢人，于是从这天起，他拒绝在公共场合和母亲用手语交流，就连学校的家长会，阿大也没告诉明子，因为他害怕不同，害怕被其他人知道妈妈是个聋哑人，害怕再见到别人异样的眼光。而明子在了解情况后，想起阿大最近一系列的反常，可他除了伤心以外，却没有任何怨言，因为在明子看来，相较于自己的不开心，阿大心里肯定更不好受。毕竟谁也不想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他应该理解孩子的想法。于是阿大表现得越是不满，明子心里就越是愧疚，越是要加倍对孩子好。她拦下要找阿大谈谈的丈夫，随后又为孩子掖好被角。第二天带阿大去城里的咖啡馆，买了一杯草莓巴菲。明子推开儿子递来的巴菲，解释称自己知道他是嫌丢人，可是妈妈又聋又哑，不用手语来表达的话，就谁都无法交流了。难道阿大以后不想再和妈妈说话吗？阿大闻言摇了摇头，他知道自己最近的行为其实伤害到了母亲，可母亲不仅不生气，还带他来吃这么好吃的巴菲，那他又怎么能再去伤害母亲呢？于是阿大回到学校后，不仅向同学们展示自己会手语，还教他们如何用手语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等到阿大放学时，邻居家的女人居然拦下他，一口咬定是他踢翻了门口的花盆，逼着他必须要道歉。女人的言语间满是毫不掩饰的轻蔑，只因阿大的父母残疾，他便笃定阿大肯定也是个坏孩子。就在两人拉扯之际，明子终于出现。他其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知道儿子肯定是受了委屈。明子将阿大护在身后，但由于不会说话，纵使他满心愤怒，也只能发出一些急切的啊啊声，一个字都不能替阿大辩解。而明子的叫喊声越激烈，阿大内心的委屈与羞耻就越强烈。光在这里啊啊叫，你倒是真帮我说两句啊！终于他忍不下去了，阿大甩开母亲的手，头也不回跑向远方。他突然好恨好恨，恨自己为什么是残疾人的孩子，恨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。可是没有人能告诉他答案，于是阿大心底的那一声声为什么，就在这偏僻的乡野里，在这阴暗潮湿的角落中，在随后的成长岁月里，慢慢积蓄成了不甘与愤懑。童年时的美好在被污蔑的那一天戛然而止。步入青春期的阿大变得越来越叛逆，他开始讨厌这个家，开始不耐烦与母亲的交流，还会在外面装作不认识母亲。回家后又会将便当盒摔在母亲手边，趁他不想再吃母亲做的饭菜。面对阿大日益恶劣的脾气，明子的选择是通通接纳，而他未能听见儿子的声音，还去配了个20万日元的助听器。尽管还是无法听清阿大的声音，但哪怕是能听见一点点，明子也心满意足。考虑到升学季的即将来临，他甚至还想带阿大出去旅个游，缓解一下学习压力。可阿大宁愿留在家里照顾瘫痪的祖父，也不愿跟聋哑父母出门。而在报志愿以前，老师还专门组织了一场会谈，来确认阿大将来的升学方向。明子其实什么都不懂，但他还是执意要陪着阿大见老师，因为他不想错过孩子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过程。阿大本想报一个中规中矩的学校，可距离考试还有半年，老师称他如果能把数学成绩提上来，完全有能力去冲刺更好的学校。
于是阿大久违的主动找到明子，称他想上补习班。明子对此自然是100个愿意。其实他学历不高，从没参加过考试，不了解现在的竞争有多么激烈，但只要能帮到阿大，让他做什么都行。可惜天不随人愿，阿大挑灯夜读了大半年，最终还是没能考上。明子这个做母亲的也只能劝他别难过，努力过就好，大不了去上私立高中也行，学费虽然很昂贵，但自己可以去超市打零工。岂料阿大闻言却只觉可笑。打工？你怎么打工？你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出去被人欺负了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打工？而他积怨已久的不满也终于爆发。别人家的父母为了孩子升学，可以忙前忙后，选学校，找补习班。你们呢？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不懂哪个学校适合我，不懂哪家补习班更好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我根本就不想出生在这种家庭中，忍受辛苦不说，还要遭到别人的白眼。阿大将考试失利，将过去人生里遭遇到的一切不顺，通通推到母亲头上，完全不顾明子那一双已经含泪的眼睛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明子也还是没有对着阿大生气，她只是去了码头找丈夫，倾诉内心的苦恼。而杨介了解完详情后，劝她别放在心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阿大心里也苦，让她自己消化一段时间吧。而阿大自从升学失利后，一直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，最终他也没能考上大学，稀里糊涂来到了20岁这年。阿大本想打断时间的零工过渡一下，可最近码头上的效益不太好，父亲的工资一降再降，甚至快要无法维系基本的生活开销。阿大不想拖累家人，近来便频频去往城里找工作。然而他的学历不算出色，也没有一技之长，面试总是遭遇失败。这天，阿大在游戏厅里玩弹珠，竟偶遇了父亲杨介。可杨介没有去责问儿子荒废时间，阿大也没有问父亲为什么会在上班时间出现在游戏厅。而在回家的路上，杨介第一次谈起他与明子的相遇。两人当年是在聋哑学校认识的，但周围人都反对他们的婚事，因为他俩都听不见，结婚以后谁也照顾不了谁。而杨介和父母闹翻后，索性带着明子去东京，投奔一个已经提前商量好的朋友。可他们到了新秀后，在车站等啊等，等了5个小时，朋友都没出现。杨介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一通，但他也没有伤心，反而带着明子去吃了个巴菲。那是他第一次尝到巴菲的滋味，现在想想可真是好吃啊。杨介希望阿大也能尝尝东京的巴菲，去看一看这处偏僻乡野外的世界。对于阿大，杨介总是有些愧疚，他给不了孩子一个好的家庭环境，在一些人生大事上看起来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些年里，阿大吃了很多苦，受了不少委屈，而他现在竟还想着留在自己身边，赚点钱帮帮家里。可阿大毕竟年纪还小，他还年轻，还有许多机会，他不该为了自己和明子困在这个小小的乡下，他有选择离开的权利。所以阿大，去东京吧，去闯一闯吧。阿大最终坐上了前往东京的列车，童年与青春的岁月在车窗外不断后退，而前方那个未知的世界，会是他期许的未来吗？阿大落地以后，在游戏厅当起服务员，但他不再用游戏机赌博，而是开始踏踏实实工作。不过令阿大有些费解的是，最近总能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，打过来以后什么也不说。阿大以为是祖母误触，便也没放在心上。这天，游戏厅里有人爆发冲突，就在大家纷纷投去视线时，阿大却注意到距离冲突最近的那个女人仍然在冷静打着游戏。这还是阿大第一次在自家以外的地方见到聋哑人，他不禁有些好奇，大城市聋哑人的生活会不会比爸妈的境遇要好一些呢？可阿大发现，收银员照样会看不懂手语，聋哑人买东西也会照样费劲，大家依旧是互相听不懂。他索性上前一步，为女人充当起翻译官。而在随后与女人的交流里，阿大得知对方叫惠子，同时他还发现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手语居然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。就比如赌博这个词，东京这里竟是捏起手指来表达。
下班回家后，阿大接到祖母的电话，这才得知先前那些无人应答的通话都是母亲打来的。而来东京这么久了，说不想家也是假的。时间与距离将过去的怨恨磨平，阿大心中对母亲的想念却越发厚重。他突然想和明子说两句话了。阿大特意提高音量，大声告诉母亲自己一切安好，而明子却因为听不见，生怕耽误孩子的休息时间，费劲说出两句刚学的阿大加油后，就匆匆挂断电话。阿大那没能说完的话语就这样卡在了喉咙里，卡在母亲小心翼翼的态度里，不上也不下。阿大在游戏厅一干就是2年，而在东京的第3年里，他终于接到一家出版社的面试。可阿大终究只是个乡下来的普通孩子，他那没有任何亮点的简历，他的拘谨与不安，在这处窗明几净的大厅里被面试官一览无余。因此这场面试仍旧以失败告终。阿大走出公司后，又去参加了惠子组织的手语互助活动。这里是一个让听得见和听不见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的小社区。有人会用手语分享与男友的恋爱日常，也有人会用语言将他的甜蜜翻译给不懂手语的其他成员。在这里，阿大见到了无声世界与有声世界的融合。听不见的人没有哀怨，听得见的人也没有看不起，大家的脸上只有欢乐与笑容。而阿大也从成员庄子那里得知了自己的情况并非个例，像他这样父母聋哑自己却正常的人被称为健听儿，在整个日本大约还有2万多这样的孩子。尽管上一家面试失败，但阿大从小就喜欢阅读，他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继续投简历，继续去面试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，阿大终于成功应聘上一家杂志社编辑。只是报社规模不大，大家都挤在一间狭小房间里工作，烟味、咳嗽声齐聚一堂。而阿大每天不仅要费劲思考选题，写些超出自身能力的文章，还要应对各种奇葩作者，但他还是很开心，因为用文字来表达想法，书写内心是他一直都想做的事情。而在东京打拼的这3年里，阿大渐渐褪去曾经的幼稚，他主动加入手语互助小组，还与其中几位听障人士成为了朋友。加班加点改完稿子后，阿大来到餐厅，与庄子一起为他的听障朋友庆生。相较于周围的嘈杂环境，他们这一桌最为特殊，几个人不停比划手势，分享彼此的八卦，却又笑得无声无息。阿大却不觉得有什么丢脸，坐在一旁和大家一起微笑。这时他主动喊来服务员，热心向大家统计要吃的菜肴，再一并报给服务员。可散场后，庄子却找到了阿大，他很感谢阿大的帮忙，但对于点菜这种小事，他们还是可以独立完成的。因为身有残疾，并不等于要成为别人的拖累，把大家当作是普通人相处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。庄子的提醒让阿大懂得了如何与这些朋友更好的相处，也令他越来越理解聋哑人士所面临的处境。阿大不再觉得过往难以启齿，休息之余甚至还能坦然和同事分享自己父母的情况。不久以后，互助组的组长惠子由于没听见汽车喇叭，被撞断了腿，需要卧床休息。阿大便与庄子一起去他家中帮忙。吃饭期间，惠子看着2人用手语拌嘴的模样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真好啊，就像一对姐弟。而他的几个儿子不仅不会手语，还只有在要钱的时候才会来看自己。不过惠子也没和家里人提起这次意外，他不想因为听不见就被人同情，毕竟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嘛，没有办法选择，那就好好接受。而阿大照顾完惠子回到公寓后，看着母亲寄来的包裹，突然又沉默下来。他攥紧母亲随包裹寄来的一封信与那薄薄的一张5000纸币，将它们通通塞进了抽屉里。阿大在东京的这几年里其实成熟了不少，他不再觉得当众打手语是一件羞耻的事情，他还和许多聋哑人士成为了朋友。可他也确确实实从未回去过一次，是害怕看见父母日益老去的面容，还是不敢面对曾经因不懂事给母亲造成的伤害，阿大也想不明白。与此同时，杂志社传来噩耗，
当初带过阿大的前辈居然不告而别，这让人手本就不够的杂志社瞬间摇摇欲坠起来。未曾想到了下班时间，又有一名同事选择离开公司。环望着如今竟显得有些冷清的工作室，阿大忍不住苦笑起来。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岗位，一直坚持到了来东京的第8年。如今的阿大在采访工厂时，甚至能递出一张名片，大大方方告诉别人他是作家五十岚大。可就在回公寓的路上，阿大接到小姨打来的电话，父亲竟然住院了。阿大立即动身赶往老家医院，而在手术室外，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最害怕却又是最想念的人，名字。阿大与母亲已经整整8年都没有见过，他看见母亲眼里闪过惊讶，看见母亲嘴角压下的弧度，看见岁月在母亲脸上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，可母亲依旧是记忆中那个温柔又坚韧的模样。阿大想举起手比划些什么，是用寒暄掩盖多年未见的生疏呢，还是真挚地说一声思念，亦或是此刻对父亲病情的忧虑？各种各样的开场白在阿大这个作家脑子里过了好几遍，可他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。阿大就这样静静坐着，静静陪着母亲，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医生终于出现，称手术成功，梁介已脱离生命危险。阿大将医生的话语翻译给了母亲，明子一直紧绷的状态瞬间放松下来，他啊的一声开始放声嚎哭，恨不得将这漫长等待中内心所有的焦虑与恐惧尽数吐出。阿大是第一次看见母亲失态，他也终于意识到了一个事实，父母真的都老了。确认父亲平安后，杨介准备回到老家住几天，却发现祖母铃木的身体状况也已一落千丈。而趁着铃木离开时，小姨给阿大讲起了一桩往事。当年明子怀孕时，铃木与康雄坚决反对她把孩子生下来，毕竟怎么能让小孩的父母都是听障者呢？这往后的日子该有多艰难啊！可即便是这样，明子也力排众议，坚持生下孩子。他太爱你了，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为你遮风挡雨的准备，只是谁能想到后来的路会是这样难走呢？阿大一直都知道母亲很爱他，却没想到这份爱早已在自己还未出生时就已如此坚定。他也知道小姨那声长叹里还有着没能说完的话，母亲其实从没有过一声抱怨，她有的只是对自己的歉意。抱歉那年夏天没能出言维护自己，抱歉升学季那时没能提供有用的帮助，抱歉没能给自己一个好的家庭环境，而爱是常觉亏欠。等到父亲醒来后，阿大为爸妈分别建立了手机账号，这样他们以后不用打电话也能和自己交流。而阿大还提出想要回到老家和他们一起生活，毕竟爸妈已经老了，再照顾一个祖母肯定忙不过来。明子却让他不要担心，你好不容易在大城市里找了份喜欢的工作，怎么能说丢就丢呢？只要能看见你过得开心，妈妈比谁都高兴。阿大那句在心中酝酿了千百遍的对不起，便也在此刻终于脱口而出。母亲的爱从未有过一丝改变，而自己却在漫长岁月里给母亲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。阿大用手语向母亲道歉，为过去的不懂事懊悔，为自己肆意践踏的那份爱而忏悔。最终阿大还是要回东京，短暂的回家，匆匆的离去。明子则坚持要一直送他上车。阿大和母亲并肩，思绪渐渐回到8年前那个离别的午后。那时的风儿比现在和煦，阳光比现在热烈，母亲也比现在年轻。当年阿大和母亲提出要去东京闯一闯，找找人生方向时，明子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舍得。一定要跑去东京吗？在家里不可以吗？可看着阿大垂头丧气离开的背影，明子又在瞬间慌了神。他不想成为孩子的拖累，去东京也好，那就去吧。明子立马变换态度，拉住阿大说要带他去买一套西服，毕竟在大城市打拼，怎么能没有一身正式服装呢？而那时的明子还不知道，后来的阿大会穿着自己买给他的西装，跑遍东京大大小小的出版社，
直到他穿着这套西装找到了真正喜欢的工作。或许是母亲的理解，又或许是即将到来的离别，持续了一整个年少时期的敏感与自私，在这一刻悄悄消失不见。阿大在家的最后这段时间里，与母亲的相处变得分外和谐。他不再觉得名字啰嗦，也不再觉得当众比划手语丢人。而今天就是出发的日子了，阿大陪妈妈一起来到商场挑选西装，在餐厅里和妈妈打听他当年与父亲的恋爱往事。而对于将要离家前往远方的孩子，母亲总是格外操心。明子恨不得就在家里为阿大置办好一切他要用到的东西，要不要再买双鞋子，要不要带床被子，我看家里的电饭煲也还不错，要不一并带上吧。看着母亲大有把家中物品通通搬空的架势，阿大忍不住笑着摇头，自己又不是搬家，哪里用得上这么多，还是去了东京再买吧。在去往车站的路上，阿大还在拥挤的车厢里与母亲分享起前段时间试镜的经历。他看着母亲应自己要求做出的表情，更是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起来。终于列车到站，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。可明子下车后给阿大留下的唯一一句话，不是祝福，也不是什么别的叮嘱，而是谢谢你，谢谢你在那么多人的场合里还愿意用手语跟我交流。妈妈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而明子一说完，就头也不回地往前离开了。看着母亲的背影越来越远，还停留在原地的阿大突然发现，无论是列车的轰鸣，还是风声的喧嚣，所有一切的声音都统统远去了。他来到了一个无声的世界，而在那里，他只看见了母亲。明子的表情在阿大的脑海里走马灯般闪过，有悲伤的、难过的、不解的，但更多还是开心的。时间不断向后倒退，记忆里母亲眼角的皱纹也在渐渐淡去。那年的妈妈还扎着高马尾，留着齐刘海，那年的自己还是个咿呀学语的孩子，不知道什么是世俗的偏见，只想一辈子都做妈妈镜头里快乐微笑的小孩。回顾完自己的成长历程，阿大哭得一发不可收拾。他才发现自己为妈妈做的太少，而妈妈却为他付出太多。然而妈妈如今又用这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，放心去闯吧，是妈主动离开的你，妈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。这一次的告别没有了8年前的痛哭流涕，阿大只想用文字记录这与妈妈的小半生，记录自己徘徊的无声与有声世界。他坐在回东京的列车上，拿出笔记本，敲下这样一行字：我生活的2个世界。全篇完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0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0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我生活的2个世界是2024年日本剧情片，影片从阿大的出生100天纪念讲起，到咿呀学语、蹒跚学步，到青春期的叛逆与迷茫，再到回归家庭，这一路上充满了细碎的动人经历。而杨介和明子虽然聋哑，可他们对阿大的爱却从未缺席。不管阿大变得多叛逆，妈妈却永远愿意对阿大笑。她花20万就为了听到阿大的声音，她压抑着想念，给他打电话写信寄钱，她等阿大回来，又再次送他离开。幸而最后阿大终于理解了这份爱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4相互陪伴。